各位朋友，大家好，欢迎访问老杨生活知识频道，我是老杨。如果这是你第一次访问我的频道的话，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的话，请你一定记着点击下方的订阅按钮，开启小铃铛，这样呢你就不会错过任何新的视频了。在上一期呢，我曾经给大家介绍过什么叫日不落帝国，而且呢给大家详细介绍了一下在这个世界上第一个日不落帝国，也就是西班牙帝国。今天呢，我给大家谈一谈第二个日不落帝国，也就是大家经常提到的大英帝国。我前面给大家讲到了，实际上这个西班牙帝国的衰败呢，也就是它和大英帝国发生了一起战争呢，它彻底失败了以后，它逐渐走向了衰退。自这个西班牙帝国衰退以后呢，这个大英帝国就成了世界上第二个被号称为日不落帝国的国家。自从1588年这个大英帝国呢，它击败了西班牙帝国的无敌舰队之后啊，英国逐渐追上了西班牙，成为新兴的海上强权。它从那以后呢，开始不断的扩张它在海外的殖民地。实际上从这个17世纪下半叶开始呢，这个大英帝国相继呢和荷兰发动了战争，西班牙王位争夺战、继承战，另外呢也后来的7年战争到美国的独立战争，英国参与了一系列的与其他国家的战争。所以说大英帝国的崛起呢并不是那么顺利。其中呢，它和这个荷兰发生的战争，还有这个法国发生的战争呢，是拉锯战，就是这一次你胜了，下一次他胜了。但是在这个英法的第二次百年战争，也就是从1689年到1815年期间呢，英国不断的在海战中获胜，并先后夺取了法国和荷兰两个国家的大片的殖民地，确立了大英帝国在海上第一霸权的地位。在7年战争胜利之后呢，到了1763年，英国首次呢自称它是日不落帝国。到了1815年，在这个拿破仑战争中的胜利呢，都进一步巩固了大英帝国它在当时国际社会中的那种政治、经济和军事的强权地位。到了维多利亚时代呢，大英帝国进入了它的鼎盛时期。到了1938年呢，大英帝国包括它的殖民地人口总数达到了4.58亿，约占当时世界人口的1/4，所以说它的规模是非常庞大的。到了1922年呢，经过第一次世界大战，英国从德国手里接管了很多殖民地。当时的大英帝国的国土面积达到了3367万平方公里，占到这个世界陆地总面积的24.75%。所以说你就看它的国土面积和人口的数量都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它的国土面积呢，从英伦三岛蔓延到了香港、威海威、冈比亚、纽芬兰、加拿大、纽西兰、澳洲、直布罗陀、福克兰群岛、马来亚、缅甸、印度、乌干达、肯尼亚、南非、尼日利亚、马耳他、新加坡以及无数岛屿。当时呢，在地球上的24个时区里都有大英帝国的殖民地。从这张图大家可以看呢，大英帝国在当时的版图，这个粉红色呢是英国的其他的属地，还有鲜红色的是英属的印度的行政省，另外绿色呢是英属印度的土邦，还有深红色是英属托管地或者其他呢受委托管制的领土，暗红色呢是二战前的英国自治的领地，还有紫粉红色是英国的保护国，蓝色呢是大不列颠和爱尔兰共和国，也就是英国的本土了。当时因为世界很多地方呢都是英国的殖民地或者被英国托管，从历史上呢，英国霸权领导下的国际秩序被称为不列颠治下的和平，也就是指欧洲呢在19世纪至20世纪初，从1815年到1914年整整1个世纪期间呢，在大英帝国全球性霸权控制下的维持的和平时期。所以说我们称大英帝国的100年和平。但是到了20世纪中叶，尤其是呢第2次大战之后随着全球民族主义运动的兴起和英国国力的日渐衰退，大英帝国的殖民地呢纷纷独立。与此同时呢，新兴的霸权国家美国开始崛起，从而大大加速了大英帝国的瓦解。
到了后来呢，英国和它的大部分前殖民地国家呢，组成了一个国际组织，叫英联邦，从而来取代了过去的所谓的大英帝国。实际上，这个英联邦呢，是由54个主权国家组成的一个国际机构，成员呢大多是以前的这个英国的殖民地或者是它的属国。但是呢，这个英联邦呢，只是一个国际性的组织，它是一个政治统一的联邦。英联邦国家之间呢，它不可以给另一个国家实施任何权利。在这个机构中间呢，任何成员国，无论它国家的社会、政治和经济的背景如何，它都是一视同仁的。在1971年呢，他们在新加坡签署了一个新加坡宣言。在这个宣言上，他们专门提到这个英联邦是在一个具有共同价值观和目标的框架之下进行的合作。这种价值观和目标呢，包括促进民主、人权、善政和廉政、法治、公民的自由、法律之前人人平等、自由贸易、多边主义和世界和平等等。所以说，在某种程度上，这个英联邦呢，它的有些看法和美国之间还是不一样的。例如，过去4年呢，特朗普政府所搞的呢，多半是单边主义，而不是多边主义。另外呢，它的很多做法呢，对整个世界的和平来讲，实际上是没有起到一定的好的作用的。所以说，在一定程度上，西方国家之间呢，他们的一些观念也有很大程度的区别。其中呢，这个英联邦呢，它的象征呢，它是英联邦的这个首脑是英国的伊丽莎白2世。在这个54个成员国期间呢，其中有16个成员国是英联邦王国，所以说他们国家的这个首脑呢，仍然是这个伊丽莎白2世。但是这个英国的这个伊丽莎白2世呢，她本身没有被赋予任何权利，所以说实际上伊丽莎白2世她的权利纯粹是一种象征性的，没有实际的意义。但是英联邦呢，它有个秘书长，说这个秘书长呢，实际上才是真正意义上的英联邦的这个执行长。在这个英联邦成员国之间呢，非常有意思一点，它和其他国家之间的这种外交关系不太一样。其他国家之间呢，你互相就成立大使馆或者领事馆。在所有英联邦国家之间呢，它成立的这种最高的外交这个代表机构呢，不叫大使馆，它称为高级专员的公署，这是它的独立的名称，和其他国与国之间的这种外交关系是不一样的。但是它也有它的有利的地方，例如，如果这个联邦成员国的公民呢，所在的这个地方没有他自己国籍国在当地的这些领事馆的话，或者领事机构的话，他就可以呢向英国外交代表机构寻求领事保护。另外，如果说这个人要是需要更换护照，因为他自己国家在这个国家没有这个相关的机构，他也可以到当地的英国驻外机构去签发一个英国的护照。但是这个英国的护照和英国本土的护照是不一样的，它的国籍呢是称为联邦公民，而不是英国公民。所以说呢，到目前为止呢，实际上这个英联邦呢，它只是一个国际性的一种机构，把所有的这些成员国把它组合在一起，互相之间呢，有一些外交上的豁免，经济啦、文化的交流比较容易一些。但是真实意义上来讲，大英帝国已经不复存在了。自从英国脱欧以后，也就是从去年的12月31号，英国正式离开了这个欧共体。也有很多传说呢，就说英国脱欧之后呢，英联邦国家之间呢有了这种贸易增长的一些机会。另外，英国政府它也表示呢，它要加强与英联邦国家之间的政治和其他方面的联系，是一项重要的优先的任务。英联邦的这个执行长呢，他的秘书长也反复表示，他们要致力于深化英联邦的贸易一体化和供应链的多样化，这是英联邦呢繁荣议程的一部分。尽管呢这个大英帝国已经不复存在了，未来的几年中间，我们还可以看这个英联邦呢在这些英联邦国家之间的这种政治、经济、军事和文化的交流方面，能不能起到一个非常大的作用。今天呢就给大家聊到这里，谢谢你的收看。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的话，请你一定记着点击下方的订阅按钮，开启小铃铛，这样你就不会错过任何新的视频了。